今天我们将捏出一个非常恐怖的角色啊！我不先说他的名字啊，待会儿你们自己猜。来，先给他调试一个声音啊，他的声音听上去就非常的恐怖。完了，我再给他加上一个木乃伊的服装，把全身颜色调成白色。就看到这个身体，有人猜出是哪个角色了吗？觉得自己猜对了的，就把赞给叠起来；其他不知道的人就去评论区找答案吧。那么这个角色呢，有着一张非常抽象的脸，而且他有一双巨长的手，颜色同样是白色。来，右手给他来个牛头人之手，左手来一把拳刃，把颜色给调一下，因为这个角色是非常好捏的。那么重点是他的技能，他的身体爆发性极高，甚至能够蹦出几百米远。一个牛头人冲锋，他的特点是愤怒技能，他非常的愤怒。再来个恐惧技能，而且他一脚下去能将人踹得很远很远。至于他的生命接近于无限啊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给他来个99999，而且他移动速度极快，给他来个15倍吧。来拍张照片，人送外号排骨战神。有一天，一个画家不小心看到了他的照片，而他在千里之外都感应到了，他变得非常的愤怒。来了，他来了，兄弟们！不过这边人类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你一个嘛？但是无知的人类他忽略了一点，他是不死不灭的怪物，战斗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。你们就看这波战斗啊，就能还原程度啊，满分10分能打多少分呢？那么黑暗农民能够吊打他吗？可以看到黑暗农民召唤了黑水，场面瞬间乱作一团，因为他的移动速度太快了。不过咱们黑暗农民也是个狠角色啊，把他像挂件一样甩来甩去。但是这有什么用呢？打了老半天了，人家还是满血。而且我发现，就连超级农民登场了，也拿他没有一点办法。我直接转起来了，转。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的是，最后就连超级农民也被他打死球了。如果我派出小战士，他能否应对呢？哎，被摔到地底下去了。正当我以为战斗就要结束的时候，哇，他又冲了出来，一个偷袭把战士给秒了。那么你们觉得在全战魔枪中有谁能够打败他呢？今天我们又来捏出一个非常恐怖的角色。老规矩，我还是不先说他的名字，你们自己猜。其实很简单啊，我们只需要给他戴上一个头套。那么你们能够看出这是哪个角色吗？猜出来的请点赞，没有猜出来的就在评论区找答案吧。本来这个角色的面具是白色的，帽子是黑色的，哎，但是想要调色只能2个一起调啊，这就很难受了。而且他的眼睛还发散着幽绿色的光芒。至于他的身上啊，穿着一身酷似中世纪风格的黑色长袍。总之他浑身上下都是黑不溜秋的，只有脸是白的。哎，但是这样看起来呆呆的，好像没有气质啊，兄弟们。来，我只需要给他加一样东西，调个颜色。哎，是不是一瞬间就有内味了啊，兄弟们？总之这个角色是非常好捏的，但是就是他的技能该怎么搭配呢？根据他这个人物的特点啊，我想给他来个这个技能。你们看好了，这个技能可有意思了。我去，他这是在打喷嚏吗？可能是感冒了，但是这喷嚏是可以传染的，被喷嚏打中的人直接变成了灰色。你们觉得这技能放在他身上合理吗？来，接下来给他加武器，右手给他来上一个凯尔特女王之手，这样他就能把人给举到天上去。还有据说这角色啊，他能把人类给感染成行尸走肉，所以左手咱们来个黑暗农民之手，再把弹药给换成这个玩意儿，这东西到底有多厉害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那么兄弟们，这是一个对人类来说极度危险的生物。当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还是在遥远的中世纪，国王派出了一大波军队，试图将他消灭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从他手中竟然发射出了带有毒药的箭头。那么你们看啊，被毒药感染的人瞬间就丧失了理智，变成了他的傀儡，向队友发起了攻击，最后就连国王也被感染，而且他们身上还长出了奇怪的寄生物。太恐怖了吧，兄弟们！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他的傀儡。所以面对这种极其危险的生物，咱们必须派出专业人员 MTF 机动特遣队。特遣队一上来就对他进行了火力压制，但是这生物他好像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，不仅移动速度极快，还能完美的躲避子弹，连这落锤小队都干急眼了，直接冲了上去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咱们专业的机动特遣小队最终被他个个击破，全都变成了他的傀儡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他能让排骨战神也变成他的傀儡吗？将他们放在同一张地图，排骨战神很快感应到了他的存在，径直冲了过来，于是他们就打起来了。鸟嘴一声疯狂输出，
哦哟，打得好激烈啊，兄弟们！排骨战神每次对他发起的攻击，他都能完美躲避。只是他发射了10000颗毒镖，排骨战神都变成刺猬了。但是众所周知，排骨战神是不死不灭的。想要把排骨战神变成他的傀儡，根本不可能。看来他俩还是一如既往的5-5开啊！今天我们又来一期紧张又刺激的我念你猜，同样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角色。那么今天这个角色有个特性啊，当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一动不动。哎，那么我们给他换上这个模型，哎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动了？但是我感觉他这个姿势好像有点不像。来，我们给他加上一套饥饿之手，这还没完啊，他还能够瞬间移动，所以我们给他来上一套暗网躲闪。哎，这样看上去感觉还是有点不得劲儿，要不再给他加上一个连续聚合斩吧？那么有人猜出我今天要捏个什么角色了吗？如果你觉得你猜对了，就把赞给点起来。如果现在他还没猜出来的，别慌啊，咱们继续往下看。接下来我们再给他穿上一身木乃伊的衣服，然后他的腿很短，所以我给他来上了这条裤子，这能够显得他的腿很短，而且他有一个巨大的脑袋，形状长得像什么呢？像一颗鸡蛋一样。那我就用这个宇航员的头盔来模拟啊，但是要调整一下。可惜就是这个天线啊，看上去不是很像。不会有人现在还没有猜出来吧？没有猜出来的就在评论区找答案吧。接下来他的脸捏起来非常的复杂，我就不多说了，用了好几个宇航员的头盔。那么最终成品就是这样。这个角色满分10分，你们会打多少分呢？来，接下来我们对他进行一个小小的测试啊。他既然不会动，那我就派出一堆头毛手，看能够把他给消灭吗？来了来了，长矛头出。要是普通角色啊，现在早就嗝屁了啊！但是他还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来，我们直接来上100个头毛手。我的天，干了，兄弟们！看来这家伙是真能扛啊！这就说明啊，在他一动不动的时候呢，他可能是无敌的。再来试下这宙斯闪电，我去，还是没有作用啊！开跑！哎，那我们用鱼叉手能不能把他给拉过来呢？啊，这样都不行吗？来，你们看一下他的攻击方式。来了！只能说模拟的是相当的到位啊，兄弟们！而且我还发现了他一个非常 bug 的行为，他甚至能够悬在空中一动不动。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所以你们觉得他和鸟嘴医生谁的战斗力更强一点呢？来，战斗开始！鸟嘴医生使出毒刺，试图感化他，但是毫无作用。最后他一个喷嚏把暗王躲闪给打出来了。众所周知啊，鸟嘴医生和任何角色都能5-5开，但是完了，他开启连续聚合斩了。哇，鸟嘴医生是打得非常的难受啊，怒气都给打出来了。那么你们觉得这场战斗他们谁能活到最后呢？鸟嘴医生，你们觉得这个结果合理吗？我捏你猜第4期，今天咱们要捏出的角色，相信很多人肯定都猜不出来。我先提醒一下，就连排骨战神都被他暴打过，而且这个角色他浑身长满肌肉，所以我给他来个肌肉猛男的模型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有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是毁灭战士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是个老头，那么有人能够猜出是谁吗？他的发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他的眼睛散发着蓝色的光芒。完了，我们再给他加上一件衣服。哎，不会这个时候都有人没有猜出来吧？猜出来的就把赞给点起来，没有猜出来的还是在评论区找答案吧。他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宙斯啊？但是他应该比宙斯长得更猛男一些，所以我们再给他加上一撮腋毛。重点是他的技能，他应该是一个接近于神的人物，而且他还能够像宙斯一样发射宙斯闪电。哎，但是这样看起来太普通了吧？所以我决定给他加上这个玩意儿，这是官方刚更新的一件武器，它也能发射出像电流一样的东西，而且威力更强。来，调下颜色把它隐藏起来。去你丫的！那么另一只手来一个更加厉害的武器，它能够持续性的发射出红色光波。至于技能，我们给它来一个悬浮技能，它能够把排骨战神举到天上去，所以来个凯尔特女之后，它能够瞬移一个暗网躲闪，它能够分裂出多个分身，所以来个自我复制。而且他自称为神，他想让所有人都臣服于他，所以来个法老跪拜。来了，兄弟们，就这波还原，满分10分，你们会打多少分呢？这气势模拟的是非常的到位啊，特别是他这一身发达的肌肉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称为神的尸体，他到底有什么能力？一群凡人试图挑战他的权威，直接给我跪下！哦哟，前面这个骑士的意志很坚定啊，雷霆的愤怒。我去，根本冲不过去啊！这根本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。完了，他看上去要发飙了。挑战魔王凡人，我就在这儿！我去，
而且我还给他装备上了堪比一拳超人的超级躲闪能力，所以就连远程攻击也对他没有任何的作用。这样看来，仅仅靠人类是无法将他击败的。那么，如果我派出排骨战神，阁下又如何应对呢？众所周知啊，排骨战神是不死不灭的，所以你们觉得这个自称为神的家伙能够将其击败吗？我去，看来这次是遇到狠角色了啊！他连分身都给打出来了。但是其实他能够用各种技能将排骨战神百般蹂躏。但是排骨战神凭借他超强的回复能力，与他大战了300回合，他突然发现啊，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能力，都无法彻底消灭排骨战神。然而持续不断的使出魔法攻击，却让他变得越来越虚弱。最后他一个不小心，竟然被排骨战神从背后搞偷袭，排骨战神获得了胜利。来了，紧张又刺激的我捏你猜。今天我们要捏出的角色，我先提醒你们一下，他是个游戏人物，而且总喜欢戴上一个面罩。但是据说没有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。但是明确告诉你们，他是一名特种兵。我去，为什么这样看起来长得有点像悍匪啊，兄弟们？别急啊，咱们再给他戴上一个骷髅头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咱们再给他调整一下。咋样？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完了，我们再给他戴上一个头盔、夜视仪、通讯耳机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不会还有人没猜出来吧？猜出来的请点赞。其实，在这游戏里捏出的特种兵都长得差不多的，所以为了让他和之前的特种兵区分开来，我选择给他装备上这件衣服。来，腰上再来上一把小手枪啊！由于他通常执行的是深入敌后的秘密任务，所以装备一定要多带点。来，我们背上给他来上一个大背包，腰上再以同样的方式来个小腰包。那么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吧？他就是141特遣队最受欢迎的传说级特种兵幽灵。所以这么厉害的角色用什么武器呢？我选择一把冲锋枪，再配合一把匕首，这样一来一看就是狠角色啊。那么作为一名特种兵，打架肯定是非常厉害的，但是他终究还是个人类，给他来点格斗技能，外加一个空中支援。好的，我一共捏出了2个版本的幽灵，你们觉得哪个版本更加像一点呢？突然感觉在幽灵面前，就连 MTF 机动特遣队看上去都没有那么帅气了，因为这幽灵是真的帅啊！你看他手上拿着这么大一个榴弹发射器，让他打500个僵尸不过分吧？来了，500个僵尸啊，普通电脑根本扛不住，所以越到这时候越需要一台专业的设备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游戏本特别划算，我这款拯救者R7000才3000多。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电脑都经过全面检验，比一般二手要珍贵，而且买回来还可以先试用7天，春节也正常发货。我半年前上面买的手机用到现在的还很流畅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那么这次我们捏出了幽灵，它相比之前的机动特遣队又有更加强大的火力支援。你看这机动特遣队的空中支援和幽灵的比起来，完全就是小儿科。但是我觉得幽灵最强的还是他的近战技能，就算没有枪，一个人也能打一群。注意看这骑士是怎么死的，偷袭啊，怎么秒的都不知道。来了，幽灵提着刀就上来了，直接就是一脚。可以看出来这幽灵的腿劲儿挺大的啊，直接被踩死球了。今天我们将捏出一个非常离谱的角色，就连排骨战神都被他暴打了一顿。你们就说这角色有多厉害吧。来，我先捏起来啊，看你们能不能够猜出来。首先啊，他是一个肌肉猛男，一拳就能打飞一头牛。其次啊，他戴着一个头盔，那么头盔的形状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头盔的颜色是绿色的，视窗是蓝色的。有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猜出来了，而有的小伙伴现在还一脸懵逼。毕竟这个角色是非常难捏的啊，他身上穿着一套厚重的盔甲，还有沙包大的拳头。可能除了一拳超人，没有人类能够扛住他一拳，就连钢铁侠来了也可能够呛啊，兄弟们！来，那么上半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过你这姿势有点……那么至于下半身呢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咱们一步到位啊，给他装上一些盔甲，再来上一双霸气外露的鞋子，当，不就捏出来了吗？没错，他就是令众多恶魔闻风丧胆的毁灭战士。那么毁灭战士最具代表性的武器是什么啊？那当然是双管猎枪啊！特别是他有一把能够发射钩索的双管猎枪，把恶魔拉过来，嘣，一枪爆头。所以为了模拟这个武器，我给他来一个双管猎枪，把弹药给换成坦克弹药，另一只手再来一个鱼叉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先来一堆国王，直接发射钩索拉过来。哇，这双管猎枪的威力有点大呀！这个威力恐怕数据人你们觉得能够扛住几枪？一枪没打死，再来一枪。那么毁灭战士还有一把来自地狱的毁灭之剑，当然论外形有点像这一把剑，可以说一模一样，但是我总感觉他有点不得劲儿。要不我们给他来上这把剑吧，来考验一下毁灭战士的近战能力，打个小散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毁灭战士如何击败他，直接被举起来，龙骨炮发射。哦哟，毁灭战士这是被完虐了啊，兄弟们！但是别慌啊，毁灭战士直接暴露了，
顶着赛斯的10000点伤害直接往上冲，他硬扛着走了上去。赛斯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不跑。哦呦，这道后劲儿有点大呀！赛斯被打死球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毁灭战士他其实还有个尖炮的啊，这个尖炮不好模拟，所以我就用这个给他代替，怎么样？哎，感觉有点得劲儿啊，兄弟们。那如果我多给他叠加几个，效果又怎样呢？来，直接来上一堆死神。我去，直接被孙秒球了。项目编号001，据说他是一名手持巨剑的守门者，渐渐向下，低头呈祈祷状，而他手上的烈焰之剑又有堪比太阳的炽热温度，所以很多人称他为炽天使。那么由此看来，真正的守门人他并不是长这个样子，而应该是一个全身通红的角色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全战模拟当中把他给捏出来，必须给他换一个模型。这是他的灵魂，这是他的头，这是他的手臂，这是他的腿。然而他的身体应该又有堪比太阳表面的炽热温度，所以他应该是全身通红的，以至于你不能看清楚他的眼睛。但是作为一名守卫者，他应该是有着一身盔甲的。但是这绝不是一套普通的盔甲，而是一套能够扛住他炽热温度的盔甲。而且它应该是略带神性的，就像传说中的大天使一样，也像视频中那样。盔甲的颜色咱们用白色和金色来代替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啊？那么你们觉得他的烈焰之剑应该长什么样子的呢？来，这里我提供2把剑，你们觉得哪一把更适合他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把剑吧，给他调个颜色，看上去贼帅气啊！而且他长得肯定是非常高大的，所以咱们尺寸给他来个2.5倍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他还有翅膀啊，兄弟们！据说他有2到108个翅膀啊，具体是多少咱们也不清楚，咱们就给他来上2对吧。按照原本的设定啊，他的翅膀应该也是赤红的啊，但是这里面咱们调整不了，就只有这样了。重点是他的技能。一定是多多少少带点火属性的，所以一个太阳风暴，一个烈焰龙卷风啊，这个技能你们可能没有见过，来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再来一套连续聚合斩，而且它还能召唤炽热的剑雨，而且001还可以下达不可抗拒的指令，忘记它能让附近的人无视它的存在。传说001守卫着一个巨型的大门，这道门是通向一个名叫伊甸园的地方，所以后来我又在地图编辑器当中把这个地方给搭建出来了。就论我这番苦心啊，兄弟们，这还不帮我把站给点起来啊？那么最终效果就是这样，一个手持烈焰之剑的个体守卫着一个巨大的传送门，是不是有点霸气外露的感觉啊？那么你们觉得你们的哪个表情包有实力冲进这道传送门呢？首先到来的是机动特遣队，001表示走开，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而机动特遣队派出了大量军队，执意要闯过去。那么大战一触即发，001发射了一道火焰，让特遣队燃烧起来。随后一个烈焰龙卷风，就在他们还在一脸懵逼的时候，001一个冲刺，对着直升机哭哧一下，直升机被炽热的火焰瞬间融化。我去，001的战斗力太强了，就连全副武装的机动特遣队都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因为没有哪个碳基生物能够扛住堪比太阳的炽热。就在这么一瞬间，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就被他从地图上抹去了。于是特遣队释放了排骨战神。那么你们觉得排骨战神他有几分的胜算呢？来了，战斗开始。这里有个值得探讨的地方，首先排骨战神是不死不灭的，但问题就是又有哪个生物能够扛住太阳的炽热呢？你们觉得排骨战神应该是被瞬间气化，还是顽强战斗和001战斗到底？不过就目前看来，排骨战神还是单方面的被001完虐啊，甚至排骨战神被打出了怒气，他们就这样一直打，不知打了多久，甚至最后还打到了水里面。然而你们猜最后谁赢了？在这缠斗之中，只见001哭哧一刀，001战胜了排骨战神。你们觉得这个结果合理吗？今天我们要捏出一个我的世界里面最近非常火的恐怖角色。说到这几个关键词，可能有一部分小伙伴已经猜出来了，但是还有人他肯定猜不出来。别急啊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首先，它是一个瘦高高的物种，按比例来说啊，应该有2米多高吧。而且它的叫声非常的难听啊，来，我给你们模拟一下。差不多就这个声音。他的皮肤颜色是黑色的，所以咱们给他来一个木乃伊的衣服，黑得像煤炭一样。而且他的手臂非常的长，几乎都快要接触到地面了，所以他通常能够像蜘蛛一样在地面上爬行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猜出来的人请点赞。来，接下来看他的脸是长什么样子的。他脸上有张嘴巴啊，不过他的嘴巴长得是非常的大呀，就像这样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鲨鱼的嘴巴呀？来，我们继续来调一调啊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牙齿啊，白得发亮啊，甚至在晚上看起来还有点发光，所以很多玩家在游戏中即使是黑夜也能远远的看到他。那么他的武器，右手给他来个牛头人之手，左手给他来个饥饿之手。
重点是他的技能非常的有特色。首先一个恐惧技能得有吧，其次啊，他的出没总是伴随着迷雾，所以我选择给他来个这个技能。哎，感觉特别的适合他呀。不仅有迷雾，当他出没的时候还伴随着闪电，所以我再给他加个雷神之劈，这很合理吧？生命值来个7000啊，不要太多了。移动速度来个6倍，伤害来个3倍。没错，他就是我的世界最近非常火爆的雾中人。这个生物常常在黑夜中出没，令众多玩家闻风丧胆。这群野人来到了这片迷雾重重的森林，还围在这里烤火啊！但这个时候他们察觉到森林当中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转过去一看，只见一团白雾正在慢慢的靠近他们。正当他们一脸懵逼的时候，呼哧一下，一道闪电直接把他们炸成了爆米花。这酋长被炸得当场就嗝屁球了。这时迷雾中突然冲出一个黑影，把野人吓得四散而逃。但作为部落当中唯一的法师，古法师啊，咱们越到这种时候越要稳住，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消灭这个生物。哎呦我去！你们看，被这生物消灭的人还有一定的概率变成僵尸啊，兄弟们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所以这个时候专业人员登场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他在迷雾当中的时候啊，处于隐身状态。你手上拿个枪，根本不知道打哪儿。哦呦，还会一闪一闪的。不过话说，咱们 MTF 机动特遣小队什么怪物没有见过？像排骨战神这种没血条的，咱们都对付过。就凭你这雾中人，直接给我坐下！传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有位非常神秘的创世神，但是几乎没有玩家真正见过他。没错，他就是被众多玩家津津乐道的实体303。准确的来说，他只是一位传说。但是今天我准备在全战模拟器当中揭开他神秘的面纱。首先，他是一个人形实体啊，但是不同的是，他有一张黑色的脸，所以我们给他来个骷髅头套，把颜色一调，而且他还有一双红色的眼睛，因为毕竟人家是创世神吧，眼睛散发着红色的光芒。我的世界里面的人物都是方块的啊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图片上推断出，他应该头上戴着一个兜帽吧，就像死神一样，并且你们可以看到他浑身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，所以这就非常的好捏。但是不要忘了一个细节，他的衣服不是纯白的，而是带有斑点的，所以它的颜色看起来应该是不均匀的，就像这个样子。但是这样看起来有点呆，所以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小披风。好的，手和脚都是黑色的。那么你们知道他手上应该拿个什么武器吗？啊，众所周知，死神大镰刀，他的专属武器。但他的镰刀啊，咱们给它挑的发光一点，霸气一点。重点就是他的技能呢，先来个这个技能，召唤荆棘。我觉得他单手举刀的时候特别帅啊，有没有？他还会瞬移技能，所以我们给他来个暗王躲闪，而且他好像还会召唤分身啊，我们给他来个自我复制。重点是广为流传的，他有4条命啊，兄弟们！而且每消灭他一次，他还能变得更强，所以我们给他加上一个复活技能。这个技能有多牛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人家好歹是神，生命值来个2万，移动速度5倍，攻击速度9倍，伤害来个4倍。那么这就是实体303。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他的方块形态，这才是他的人形形态。满分10分，你们会打多少分呢？那么303他到底有多强啊？跪下！你们这群蠕虫！看这波人，我去，瞬间炸开锅了！一般拿镰刀的角色，收割能力都不会太差。这段时间不是雾中人很牛吗？2个雾中人，看303如何消灭他们。雾中人直接隐身到迷雾当中，想要悄悄的跑过去搞偷袭。这点小伎俩，303不屑一顾。哦哟，雾中人居然还扛住了2刀。303随即召唤分身，这下还扛得住吗？根本扛不住啊！你们猜面对303这个小战士的下场如何？看好了，我去，直接被瞬秒。那2个小战士呢？这303的速度太快了，兄弟们，一个当场被秒，另外一个直接被荆棘包裹，瞬间嗝屁。这里原本我是想打出303的第2形态的，于是我派出了灭霸，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这灭霸竟然使出无限手套，都不是303的对手，直接被303一套连续聚合斩给打死球了。好在后面我费了老大劲啊，终于把303的第1形态给打死球了。接下来见识下303的第2形态。只见他慢慢的飘向空中，红色能量在他身上波动。突然，我去，这也太帅了吧，兄弟们！上期视频我在全战模拟器当中捏出了实体303和它的第2形态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啊，我将捏出一个比303的还要强大的存在。有人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先提醒一句啊，他是由影子构成的，而且是 Him 不死军团当中的一位重量级角色，论战斗力仅次于创世神 Him 之下。没错，他就是闹黑暗君主，有很多人称他为灵芝。由于他是 Him 的影子，所以他的身上看上去应该是乌漆麻黑的。
像个小黑子一样，但是他的眼睛是发着白色光芒的，所以这个角色没什么好捏的。他手上拿着一把传说级武器湮灭之剑，论外形长得有点像这把剑，重点是他的技能啊，毕竟这个闹是非常强大的，所以他的技能应该首先第一个黑烟，他的身体周围总是弥漫着黑色的武器。再来一个斯巴达体啊，这一脚能让他帅得飞起。暗网躲闪不过分吧，超级跳不过分吧，格挡技能不过分吧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技能应该带一点黑暗属性的，所以我又给他加上了这个技能啊。这个技能不好说，待会儿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好的 ，No 的第一形态我们捏出来了，但是别忘了，他有个更强大的红眼形态。你们有人见过闹的红眼形态吗？这是红眼形态啊，眼睛肯定是红色的，而且为了让它和第一形态区分开来，我们再给它加上这个特效技能啊，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霸气。我在之前的基础上又给它加上了2个牛批到爆的技能，反正非常符合闹最真实的设定。来，你们看，第一形态和第二形态都捏出来了，变化不是很大，但是实力差距却非常的大。而且中间我还给它自制了一个帅到爆的技能，能让它从第一形态直接变到红眼形态。来吧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。你看他这项技能啊，一个飞跃，我去，弄得我屏幕都抖了一下。远距离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他使出了一团黑色物质，直接推倒一大片。他使出了一种凋零之力啊，这些士兵全部倒下了，而且还变成了红色。但当然，这点士兵是打不出闹的第二形态的。于是后来我派出了实体303，让他和闹打一场。那么你们觉得战斗力谁更强一点？闹一个起跳直接和303贴身肉搏。但是万万没想的是，他们只打了1个回合，303就败下阵来。但此时303没死透啊，他进入了第二形态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也不是闹的对手，就连闹的第二形态都打不出来，最后还被一脚给踢死球了。看来咱们得上点强度啊，兄弟们！必杀阵，弗拉德加幕府将军的组合，弗拉德负责控制，幕府将军负责疯狂输出。毕竟幕府将军的聚合斩打出的是100%的伤害，在不断的输出下，终于打出了闹的第二形态。闹的湮灭之力不断增强，形成了大量的黑色物质，还召唤出了凋零死神。看这武士，头都被打黑球了。但在我的设定当中，闹还有个更加强大的技能。看好了，这里我派出12个303，直接对战闹的第二形态。当然303再弱啊，也不可能12个打1个都打不过。你看，在这一群303的连续攻击下，闹终于扛球不住了。当闹被打败过后，直接释放了某种神秘的力量。我愿称之为湮灭之力。这个力量之强大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影，把天都给遮住了。恐怖暴君大家都知道吧？生化危机当中的一件极其强悍的人形兵器。而当他解开战役的束缚的时候，就会进入更加恐怖的第二形态。那么今天咱们在全战模拟器当中把它给捏出来，不知道会吓到多少小伙伴。不怕的就把赞给连起来。要说暴君最有压迫感的，还是他那身将全身包裹住的风衣。本来这暴君长得又高啊，再穿上这身黑色风衣啊，看上去压迫感拉满。但是我捏出来，为什么长得有点像老大妈呀？不要慌啊，因为咱们还没捏出他的精髓啊！这暴君从头到脚都是黑色，但他的皮肤是白色的啊，一个白色的光头哇！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有一点点感觉了？而重点是他的肩上啊，不知道扛着一个这个叫什么玩意儿。总之这玩意儿据说能够抑制他身体里面的变异病毒，所以咱们就用这个带锁领来模拟一下。哎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有点感觉了，兄弟们？压迫感噌的一下就上来了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暴君身材长得是非常魁梧的啊，浑身都是肌肉，所以咱们最好能够给他装点一下。就这个暴君，我看了都怕呀，兄弟们。至于暴君的技能，我发现他基本都是用拳头来攻击的，唯一的亮点就是他的身体几乎能够格挡子弹，所以我选择给他来一个大师级抛射物格挡。完了，我又给他加上了这个技能，通过踩踏地面来震碎并击飞飞石。我勒个骚嘎！这三兄弟这造型有点别致啊，兄弟们。但是以为到这里我这个暴君就完了吗 ？No， 他还有第二形态。当他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他就会解开身上的衣服，激活病毒并变成第二形态，一只手还会变得异常巨大。那么这只巨手该怎么模拟呢？来，你们看这一拳超人的拳头，它有一个 bug， 调颜色只能调一个。哎，那么刚好利用这个特性，我们把一只手调成透明色，把另外一只手给调大，那么这样一来不就出来了吗？这一拳下去怕是有点痛哦，兄弟们。但是由于游戏的限制啊，我这次捏的暴君的第二形态是红色的，我愿称之为红色暴君。不是由于激活了体内的病毒嘛，所以他一拳下去打死的人还会感染病毒变成僵尸，而且他不管是速度、力量还是体型都加强了，所以咱们技能也多多少少改一点。来给你们感受一下来自暴君的压迫感。哎我去，我捏的这个暴君为什么总是远程攻击啊？你给我的屌！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，兄弟们，甚至还有一点沙雕。
其实我发现他这个石头攻击啊，只要咱们稍微走位一下，就能够成功躲掉了。现在的暴君还挺好欺负的，但是一旦他变成第二形态，那就会变得非常的猛。没错，我还制作出了他从第一形态变为第二形态的变身技能，看到没有？不仅变大了，而且还变灵活了许多啊！就他这沙包大的拳头，甚至能够一拳捶翻一辆坦克。完了，他又变身了！就连咱们的机动特遣小队都拿他没有办法。我去，我怎么感觉他的战斗方式有点像绿巨人呢？乌鸦坐飞机。这边打得这么激烈，你搁这儿凹造型的？我他妈来了！然而更要命的是，他不仅战斗力强，在我这个版本里面，被他打死的人还会变成僵尸。我就想问，这谁扛得住啊？最强伟人小丑，其实他非常好捏，兄弟们。我们可以看到全战模拟器当中有这么一个小丑头套。来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啊。可以说和这个小丑比起来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完全毫无关系的好吧？看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先给他戴上一个头套，然后再戴上一个小丑面具，然后再把小丑面具和他的头融为一体，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小丑头。但是你们看他的发型啊，就像两边长着两坨粑粑似的。那这该怎么模拟呢？来，我们用这个发型怎么样？调整一下。不就一模一样了吗，兄弟们？好像不对，眼神不对啊，兄弟们，他的眼睛是这样的，看上去很凶残。那我给他来上这款眼睛咋样？他身上穿的衣服好像是这种背带裤啊。来，我们找一下。我看到一个，和这个是不是很像啊？把多余的部分去掉，再调个颜色。里面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，胸口上还挂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，手上戴着一个白色手套，只可惜下半身看不到。我猜他脚上一定穿着一双小丑鞋吧。那么小丑是非常厉害的，他的技能该怎么搭配呢？他手上应该是没有武器的，所以右手来个凯尔特女儿之手啊，他会魔法把人给举到天上去；左手来个石像鬼之手，这样打起下来就显得很凶残啊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啊，穿上这小丑鞋，他有点下盘不稳，容易倒在地上啊，严重影响他战斗力。但如果我给他加上一个不易摔倒的技能，这样是不是就非常稳了？怎么打都不会摔倒在地。但是除了一种情况，脚卡住了。至于其他技能，我来个恐惧技能不过分吧？还有游戏中他把 DDD 穿成了棒棒糖，这么喜欢穿，直接给他来个弗拉德穿刺好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小丑是真的有点丑啊，兄弟们，不是我捏的丑，而是他长得丑。满分10分的话，你们能打几分呢？觉得像的就把赞给点起来啊！好的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小丑。我去！嘿嘿，给你开个玩笑啊！其实这才是小丑的终极形态，是不是瞬间就感觉有点帅？来吧，直接战斗开始！我勒个骚刚，现在已经不是被串成棒棒糖了，直接被串成烧烤了。来，接下来第二波诸葛连弩，接下来第3波，他能扛得住这一发炮弹吗？天外飞仙，直接秒了，兄弟们！所以一个 DDD 是肯定打不过他的。那我们来4个怎么样？你别给我说这样都打不过。兄弟们，砍死他！我直接转起来了。我去，他直接被打飞球了。不过话说这么高掉下来，一定会摔死吧？那么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小丑捏得合理吗？如果你遇到这么一个宠物，千万不要把它带回家，因为它会逐渐的变得丑陋不堪，并且试图成为你的主人，甚至最后还会变成恐怖的怪物。来，大宝，该吃饭了。养过宠物的小伙伴都知道啊，照顾宠物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但是看在它这么可爱的份上，来，先吃口番茄、西瓜。我去，这小家伙挺能吃的。好的，现在吃饱了，咱们得带它去洗澡了。这小宠物我是越看越喜欢啊！来，放在这里，先抹泡泡，里里外外都给它洗一遍。来，再冲个凉凉。我去，给它冲感冒了，兄弟们！来，吃口药药，张嘴。哇，好乖啊，这小宝，就屁事儿有点多啊。这吃完了还要踢足球，我去，不会是想让我把你当球踢吧？嘿，还挺好玩的，兄弟们。其实是他想玩球，但是他又没手没脚，所以咱们还得玩给他看。来，小宝，准备来了！我操，牛逼！看这小宝要睡觉了，咱把他带到卧室，把他放在床上，他的床就是一颗枕头。我们也该睡了，关灯睡觉。第1天结束了，第2天，小宝醒了，等于说是我们不上班不上学，就天天在家照顾这小宝嘛。这个时候门铃响了，来，小宝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时候又给我送来一个啊，这小家伙长得比小宝还可爱啊。粑粑色的咱们就叫大宝，黄色的咱们就叫二宝。这二宝现在看来有点饿啊，咱们把他带到厨房，给他喂点东西。哦，看来大宝也饿了。但是大宝什么时候学会走路了呢，兄弟们？不管了，先把小宝给喂饱。
这大宝好像有点吃醋了。来，赶紧的，咱们还是照顾一下大宝的情绪。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他俩就把冰箱给吃光了，那我吃什么？所以家里没吃的了，我得需要出去逛超市了。于是我想都没想，就把大宝和二宝放在玩具房，你俩就在这里好好玩球吧，我该出去买点东西了。来，开门。啊，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吗？哎，大宝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二宝呢？我去，二宝不见了，兄弟们，什么情况啊？房子就这么大点，他能跑哪儿去呢？来，大宝，你先在这里睡觉，我去找找二宝。但是没想到二宝没有找到，却在地上发现一张小纸条，上面用二宝的口吻写着：“我离家出走了，不要来找我。”哇，这二宝真的把我冰箱给吃空了就跑了，真是一个没良心的家伙，直接气得我真的是上床睡觉。时间来到了第3天，这天我早上起床啊，打开灯一看，却发现，大宝也不见了。哦，吓我一跳啊！我以为你又离家出走了。你在这里愣着干嘛呀？大宝，我去，你谁啊？这是大宝吗？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等等，你先在床上躺一会儿啊，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哎，这柜子好像可以挪开的嘛？啊，我家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暗门啊，兄弟们？地上还有番茄酱吧？这是？不对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我们继续看一下。哇，乌漆麻黑的。好在地上有个手电筒，证明有人来过啊！啊，二宝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好像被大宝偷袭了，兄弟们，不是我的腿，我好像没腿了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却发现一个巨型大宝，怎么长得跟粑粑似的？他递给我们个小黑板，上面标注着4个选项，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选项提出需求。我懂了，他现在是想把我们当宠物，倒反天罡了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啊，兄弟们！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失去了双腿，那这该咋办呢？哎，你们看啊，玩具房当中有辆玩具小汽车，但是没有轮子了。那我们就让大宝带我们去找找吧。我们现在让大宝带我们去卫生间洗澡啊，他应该不知道我要干嘛。哎，果然在这里发现一个轮子，赶紧拿在手上。好像还差一个汽车电池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电池应该是放在厨房里面，让大宝带我们去厨房吃饭。没错，就在这个柜子里面，我找到了汽车电池。通过这电池和轮胎，我们成功组装好了小汽车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大宝把门打开，让我成功逃出去。来，我们来到卧室，可以看到地上有个电话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拨打外卖员的电话。赶紧的，让大宝把我们送到小车旁边。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外卖员的到来。来了，大宝准备出去开门了。我们赶紧上小汽车。我去，他把外卖员给吃了，兄弟们！我去，这大宝疯了吧？这是，跑，赶紧跑！快点！就快要成功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来！完了，现在大宝已彻底暴走了，他现在变得非常的恐怖，甚至想要吃掉我们。好在他现在移动速度非常缓慢，所以现在我们是有机会消灭他的。我直接将车开到厨房，打开煤气灶，再一个回手掏，在柜子里面拿出火柴。完了，车卡住了，兄弟们！我拼尽全力一个起跳啊，终于冲出去了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大宝。